欢迎回到墨事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上半章里我们了解到第一代狮子山下的香港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民默契。今天下半章里我们要继续后面的故事。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撒切尔来了，赵紫阳来了，邓小平在一旁观礼。签字仪式那一天，香港派了一个观察团，20个人左右。这20个人就是港英政府委任的咨询委员，他们是没有投票权的，他们也没有签字权，他们只是被邀请去看一下。白纸黑字写明1997年7月1日，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北京承诺一国两制，香港回归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在这个时候香港港府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上面显示大多数人认为可以接受。但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当你知道结果已经无法改变的时候，你的接受和认命距离还有多远呢？更尖锐的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香港人的角色是什么？答案是旁观者。500多万人的命运在伦敦和北京之间被决定，没有公投，没有授权，也没有任何制度化的机制让这500万人表达我同意还是不同意。上一集我们讲过这是因为在此之前的140多年里，伦敦从来没有建立过任何一个让香港人表达政治意志的机制，所以到了谈判桌上，伦敦手里没有民意牌可以打。而北京呢？北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这件事需要香港人同意嘛，你主权问题当然是不可以被商量的，这两边都没有考虑过要问香港人。这就是1984年的真实面貌，两个外部权力中心在不询问当事人意见的情况下，决定了500多万人当事人的命运。如果这听起来很熟悉，那也没错，因为上一集讲的英治时期都是这个模式。行政绝对主义可不只是你英国人在用，它在这一刻变成了北京的操作模式，结构没有变，换的只是操作者。这里就形成了香港人的第二层心境叫做被交易感。这里老查想在这一段单独说一些给今天的大陆观众。我知道我们频道里有很多大陆的朋友或者说大陆认同感的朋友。老查也知道今天的大陆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对香港现在的处境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沾沾自喜，觉得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地方终于被拉下来了，终于和我们一样了。但老查想说香港人最深的伤口，他从来不是被中国接管，香港人最深的伤口是我从来没有被当成主体。英国人没把他们当成主体，150年里没问过他们的意见，中国人也没把他们当成主体，1984年也没问过他们的意见。这是一个被系统、被结构、被两个帝国抛过来扔过去的群体。他们的愤怒不是某一个具体阵营的问题，而是我作为这个地方的主人从来没有被参与过的问题。如果你能理解这一层，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会有2014，为什么会有2019。在东区希顿顿的眼里，那不是被煽动的暴乱，那是一群人在最后一次试图证明我们也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我们也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虽然那一次也失败了。1984年到1989年是香港的文化的黄金期为什么这5年呢？是因为整个城市都知道自己有大限，大限就在1997年，还剩下13年。整个城市呈现出来一种状态，很不好听但很现实，叫做临终前的盛放。电影、音乐、电视剧爆发性的产出。王家卫1988年的《旺角卡门》，90年的《阿飞正传》，94年的《重庆森林》，东邪西毒，张国荣、梅艳芳、林青霞、刘嘉玲、张曼玉，许鞍华、王晶、吴声宇、徐克、黄沾、顾嘉辉、罗大佑、罗启瑞。为什么集中在这10年呢？因为整个城市在用文化抢救自己的灵魂。1991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距离1997年的7月1日还有整整6年。滚石唱片在香港发行了一张合集，专辑的名字就叫做《皇后大道东》。同名主打歌是由林夕填词，罗大佑谱曲，罗大佑和蒋之光合唱。这首歌为什么是在1991年那个时间点出现呢？林夕后来谈这首词的写法，说他用的是嬉笑怒骂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反映情况，不是表达意见。而罗大佑给了他几个意念关键词，包括皇后大道和硬币，一个殖民地最日常最街头的2个符号。皇后大道是香港岛上最早的一条主干道，1841年英国人来香港之后就修了，名字也很清楚，直接致敬的是维多利亚女王。150年之后的1991年，这条路还在那里，但路名的那个皇后那个王朝已经准备退场了。整首歌用一个最轻快的旋律唱着最纯正的话，一个城市知道自己要被换手了，所以他用最体面的方式记下了自己原来的样子。这首歌发出来的3个星期
登上香港3大流行榜冠军啊。林夕还凭了这首歌拿了10大劲歌金曲最佳填词，罗大佑呢拿了最佳作曲。但更重要的是，就是这首歌让当年的大陆和台湾人第一次完整意识到香港原来是有自己的声音的。这就是第3层心境，叫做临终前的盛放。不是因为期待，而是因为知道某一天会停下来，所以呢现在要拼命亮一下。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集体精神，香港这10年的集体精神就是这一种绝望中的精致，焦虑中的优雅。那一代的香港文化作品啊，直到今天还在大陆和台湾被反复回味，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国际化，而是因为他们那里面有一种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一座城市在它被改变之前，认认真真的把自己唱了一遍。时间来到1989年，1989年的5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呢开始绝食。香港人的反应让今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同一天，香港呢是因为台风布伦达悬挂了一个8号风球，但大约有4万人仍然冒着风雨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从那里出发游行到湾仔的皇后大道东的新华社香港分社。5月21日，第二天呢，100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同一天呢，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后来俗称的支联会呢成立了。5月27日是一个星期六，香港演艺界仅用了不到1周就筹备出一场震撼整个华人世界的演出，叫做民主歌声献中华。在跑马地的马场由黄沾、陈兴健、曾志伟、陈建勋主持，连唱了12个小时台上的歌手梅艳芳、罗文、邓丽君是连线声援的，还有张学友、Beyond 乐队、达明一派、汪明荃、夏绍生、卢冠廷、陈百强，香港乐坛能上台的几乎全部上了台。30万观众，当晚筹到的钱是1300万港币。这笔钱后来由李卓人代表支联会送到了北京，而李卓人本人在北京被拘留。5月28日星期日，全球华人大游行。香港这一天150万人上街，下午2点从遮大道出发，进新华社到维多利亚公园集会，持续整整8个小时。那时候香港的总人口是572万，接近4个香港人里就有1个走上了街头。为什么呀？很多大陆的朋友以为你香港人不就是为了反共吗？错了，那一刻的香港人是为了自救他们知道自己1997年要回归了，他们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要交到对面那个政权手里，他们想看到的是那个政权是不是会变的。当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喊的是民主的时候，香港人那一刻对那个词有一种奇怪的复杂的情感。如果北京的学生赢了，那就意味着1997年之后的中国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那意味着他们的家可能不会变。这就是第4层心境，他们愿意相信。香港人的时候是想相信一国两制的，他们也想相信北京会变，他们不是傻子，他们是别无选择，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些信号上，寄托在这50年不变的这句话上，寄托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上，寄托在赵紫阳清晨5点对学生说的那句我们来得太晚上。然而6月4日凌晨，那些信号呢全部熄灭了。老查这里呢就不描述天安门广场的具体场景了吧，这一段历史在不同的来源、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叙述。我们这一集要讲的呢，还是那一夜对香港人的心理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是要做这个频道一直坚持要做的事给观众一个多视角的对照。在北京的视角，也就是大陆官方至今的解释，当时党内最高层的判断是，如果让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国家可能会陷入像苏联东欧那样的解体。而一些参与决策的人后来也承认那个决定呢是沉重的，但他们认为呢是必要的。这套解释呢，到今天仍然是大陆官方的主流叙事。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作为一个拆解者，我们呢要承认这是当时北京的真实处境。而伦敦的视角，6月4日之后，英国国内对香港回归的政策呢开始动摇了。撒切尔下台之后，梅杰政府上台，最关键的变化就是他们开始考虑给香港人 BNO 护照，开始考虑加快民主化的步伐。彭定康1992年来到香港，背后的政治动力就来自于1989年这一夜。而还有一个奇怪的视角是台北的视角。李登辉那个时候在台北看着北京的事，他做了一个决定，绝对不让台湾走上那条路。1989年之后的台湾民主化进程迅速加速。1991年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条款。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背后的加速度多多少少呢是从1989年汲取的。而香港的视角，在那一夜之前，香港人对回归的恐惧是抽象的，大家想的是可能呢会不太好，也可能呢或许还不错。而在那一夜之后，恐惧变成了具体的。原来他们会做这种事，
大家请注意啊，我这里用这个词啊，是他们会做这种事。这一夜之后，他们和我们的边界在香港人的心里啊被定死了。这之前还存在那种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暧昧，一种文化上的、血缘上的模糊的认同。但在那一夜之后被一刀切开了，于是移民潮急剧加速。1990年到1997年，香港有超过50万人离开，接近总人口的1/10。加拿大温哥华、澳洲悉尼、英国伦敦，任何一个能拿到身份的地方啊，都成了避风港。那些年的香港机场啊，每天都有送别的场面，一个家庭出去10几个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孩子全部移民，送行的呢是留下来的亲戚朋友，一个字哭。而留下来的人，他们心里多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混合了无奈、决心和一种悲壮感的情绪。他们留下来不是因为不怕，他们留下来是因为走不了，或者是因为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我必须守在这里。这种心态在1989年之后变成了一部分香港人的集体潜意识。它为后来的一切，也就是2023年的50万人大游行、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埋下了一颗最深的种子。但是这些呢是第3集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先按住。1992年7月9日，彭定康来到香港，他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香港总督。他的故事上一集呢已经详细讲过了。他推出了激进的政改方案，北京宣布直通车作废，并且在深圳成立了临时立法会。这一段呢我们不再重复，但有一件事我想在这一集补一句。彭定康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很多人以为是英国人想留点遗产，或者觉得故意想搞一下北京。但如果我们站在伦敦角度去算这笔账，彭定康那12个月里推出的改革，也就是从1995年立法局直选开始啊，他自己知道这套制度活不过1997年7月1日，北京已经明确说了不接受。那他为什么还要做呢？老查这里的拆解是啊，彭定康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让这套制度活下去，他是为了让香港人亲身体验一次完全民主化的立法机构是什么样子的，哪怕只有2年，哪怕之后还会被拆掉，至少这500多万人当中的一部分，在1995年那次选举里第一次摸到那个东西，第一次知道原来政府还是可以被自己选出来的。这颗种子在1997年的7月1日凌晨1点45分被剪掉一次，但它已经在土里了。所以后来2014年雨伞运动中那些年轻人喊真普选，他们喊的就是让这颗种子长出来的东西。彭定康离任之前做了最后一件事，是亲手把这颗种子撒到了500多万人当中。他在回忆里写了，我知道他今天看不到收成了，但我知道他已经在这里了。好，现在呢让我们来到1997年6月30日那个夜晚。这里呢我希望大家把节奏放慢，这是一个值得用电影手法去讲的夜晚。晚上11点30分，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主礼台上一边是查尔斯王子当时还是王储啊，一边是江泽民、彭定康、董建华、撒切尔虽然已经卸任了，还有希斯，也就是前英国的一个首相，坐在两边。会展中心外面是滂沱的大雨，那不是一般的雨啊，是那种香港夏天才会有的黑的像茉莉一样的雨。后来很多评论文章都提到这场雨啊，说是天哭，但也有大陆媒体描写是洗刷了100年的屈辱。不同的解读，但雨是真的。雨从下午6点就开始下，下到第二天早上0点整，英国国旗降下，军乐队演奏《天佑女王》，天佑女王演奏完，下一首立刻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也就是紫荆花旗，同时升起。升旗的过程被刻意安排到1秒不差。这是邓小平当年的指示不能晚1秒钟。为什么呀？因为按英国那套礼仪，殖民地交接的时候是旧国旗应该先降完，停顿，再升新国旗。但邓小平的要求就是不停顿。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是中方外交官和英方进行了16轮谈判之后争来的结果。因为英方要求按照自己的礼仪降下英国的国旗，奏完天佑女王，然后停顿一段时间，再升中国国旗。而中方的回应是，我们等了156年，1秒钟我们都不想再等。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英国国旗在6月30日23时59分59秒降下，7月1日0时0分0秒，中国的国旗准时升起。这中间是被精确切到只剩下1秒的权力交接窗口。这1秒是有意义的，这1秒说的是主权从来没有真的离开过，中间没有空隙。0点过后2分钟，彭定康走到主礼台旁边，一名穿着白色礼服的英国海军军官把刚刚降下来的英国国旗叠成一个三角形，按照英军的传统，叠旗只能叠成三角形。然后呢，
双手交给了彭定康。彭定康接过旗，他的手很稳，但他的眼睛后来BBC 的镜头有个特写，就是那一瞬间是红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我接过那面旗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个数字156年，从1841年1月26日 Henry Pardiner 少校在水坑口升起第一面英国国旗，到这一刻已经156年0.5个月。0点19分，主权交接仪式结束，彭定康和查尔斯王子走出会展中心的后门，一辆英国领事馆的车载他们去天马舰的码头，雨还在下。0点35分左右，他们登上了不列颠尼亚号，这是英国皇家海军最后一艘服役的皇家游艇，它服役了44年，第一次出航呢是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登基时候，而最后一次出航就是1997年的香港交接，这一次之后他就退役了。0点40分，不列颠尼亚号鸣笛起航，乐队在甲板上演奏《友谊地久天长》，这是苏格兰民歌，是英语世界告别时唱的歌。雨还在下，但是香港岛的人看不到不列颠尼亚号的离开。为什么？因为他走的是一条绕路，从天马舰码头出来，沿着九龙这一边的海岸线绕到鲤鱼门，再开向公海。这个航线是中方提议的，理由是避免穿过香港岛中环对面的海面，避免不必要的关注。英方呢也接受了。那一夜没有香港市民站在湾仔码头送别那艘船，不列颠尼亚号在雨里就这么悄悄地走了。讲到这里必须把镜头往回拉一下，因为就在交接仪式开始之前的3个小时，也就是1997年的6月30日晚9点整，深圳那一边已经有一队人悄悄地把香港的未来先送进了门。6月30日晚9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509名军人分乘39辆军车，根据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是由熊志仁少将带队，通过落马洲口岸进入香港。请注意这个数字509，这个数字可不是随便来的。中方原先要求先头部队是1070人，英方呢反对。谈判桌上，中方代表陈佐洱后来回忆说他给出了一个理由，说9是中国人最大也最吉利的一个个位数，于是呢数字定在了509。而且这509个人当晚是没有装甲车的，英方在谈判中明确反对装甲车进港，中方呢也妥协了，把装甲车呢从先头部队的清单里剔除了。509人当晚带的是普通的军车，只有39辆。这509人当夜分别进驻了石港、昂船洲、中环、赤柱的4个英军刚刚撤出的军营，146人、183人、78人、102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英双方都明白，交接的那一秒钟，香港是不能没有军队的，任何一秒钟的防务真空都可能在政治上被外部解读为主权空窗。所以这一夜的真实情况是，当不列颠尼亚号还在维多利亚港等着送末代港督的时候，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在香港的兵营里站了3个小时了，而主力部队的约4000人和后续装备是7月1日凌晨之后才陆续过境的。那一夜从深圳河到落马洲，整段路两边的灯光是被刻意关掉的。1点30分，香港会展中心3楼，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主持就职仪式，临时立法会主席范徐礼泰带领60名议员逐一宣誓。请注意这个时间点在最后一面英国国旗降下到临时立法会宣誓中间是1小时30分钟，在这1小时30分钟里，一套运行了156年的系统被关闭，另一套系统被启动，而这2套系统名义上都代表同一群人，但这2套系统的合法性来源完全不同。前一套是英国的王权过渡到港督，过渡到立法局，还有最终的民意基础，也就是彭定康那12个月推动的1995年的选举，其中地方选区是直选的，功能组别是选举团的，这是1841年以来香港最民主的一次立法机构。而后一套是中国人大到国务院港台办，到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到推选委员会400人，到临时立法会60人，从400个人中选定了60人，然后这60个人在1点30分宣誓，开始替500多万人立法。如果要问哪一种更代表香港人，这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答案在1997年7月1日凌晨那2个小时之间已经摆在那里了。那一夜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对伦敦来说，这是帝国的最后一夜，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1997年香港交接，整整50年，日不落帝国在远东的最后一缕日光在那一夜之后消失了。回到伦敦的彭定康从不列颠尼亚号下船的时候，记者拍到他抱着自己的女儿，3个女儿都哭了。彭定康自己呢抿着嘴，后来他在演讲里说过，我不是为了帝国而哭，我是为了这500多万人在哭。
对北京来说，这是个百年屈辱的终结。从1842年北京条约签字开始，到1997年7月1日全部收回，155年，江泽民那一夜在主礼台上的表情被全世界的镜头拍下来了。他没有笑，他只是很沉。后来很多分析说那一刻江泽民想到的不是胜利，而是责任，因为他知道50年不变这个5个字是他要扛下去的承诺。而对台北来说，这是一面镜子。李登辉那一夜没有公开声明，但据说他熬夜看完了整个交接仪式。第二天呢，他对身边的幕僚说了一句话：他们承诺50年，那我们就等50年看一看了。而对香港人来说，这是156年的塑造，和1997年7月1日的问号同时落地的时刻。那个问号是什么？是接下来会怎样？是他们承诺50年不变，到底变不变？是我这一辈子习惯了那套规矩，那种安全感，那种被管理的很好的日子还能继续吗？这个问号在1997年的7月1日凌晨被挂上了半空，挂在了那里。到了今天2026年，它仍然挂在那里，只是呢，它现在的形状和1997年那一夜已经不一样了。好的，今天这一章呢，我们讲了2件事，也顺道呢定格了97年那一夜。第一件事呢，叫做被塑造。英国虽然没有给香港民主，但它给了法治，也就是管所有人，顺道呢也可以管政府，还给了 ICAC， 让贪污变成了非常态，还给了公屋和教育，让普通人呢活得更有尊严，还给了公务员体系，让做事不再只是靠关系。再加上当时的逃港潮带来的对照效应，再加上狮子山下那一代人的本土自觉，这些东西一层一层叠起来，就塑造出了一个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的群体。而第二件事情呢，叫震动。1979年，麦理浩访问北京，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1982年，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摔倒。1984年的联合声明把命运敲定。1989年的6·4又把恐惧从抽象变成了具体。香港人呢，则从这一切中被迫学会了4种心境。第一呢，是被遗弃感，那我们到底是谁？第二呢，是被交易感，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被作为主体。第三呢，是一种临终前的盛放，用文化抢救自己的灵魂。第四呢，是愿意相信明知不可信，但还是得信。那一夜，1997年7月1日凌晨，这2件事同时落地。一个被塑造了156年的身份，面对着一个自己无法左右的命运，在2个小时之内，一套系统呢被关闭，另一套被启动。下一集就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我们要讲的是落地之后发生了什么，50年不变这5个字到底又承诺了什么，兑现了多少？今年是2026年，还剩下21年，剩下这21年里会发生什么？香港的金融地位还能守得住吗？还是终于完成了1949年就已经计划好的目标，变成了集体皇权手中的一个金融工具？一国两制，它的观众台湾买单了吗？世界上又看到了什么呢？还有2003年的50万，2012年的反国教，2014年的雨伞，2019年的反修例，那些重大冲突又是一步步怎么升级的？而北京的红线又是从哪一年开始往前推的？香港人那种不断后退又不断挣扎的状态又是怎么演化的？所有这些问题下一集我们就一一拆开。而最后还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那个挂在半空中的问号，500多万人在他们没有同意、没有签字、没有被询问的情况下，被2个外部权力交换了命运。这个问号今天还能不能找到一个答案呢？这个问题可能不只是关于香港，这个问题是关于那个世界上所有被代表的人们。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让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